新一期的文明六不可能系列，我们来做这个秦始皇的全奇观胜利啊。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远古到古典的这个时期啊。这里呢，小米先对几个上一期视频当中有一些小伙伴提的一些问题做一个集中的回答。第一啊，全奇观会不会就不明不白的就文化胜利了啊？在以前啊远古的版本的时候可能会啊，但在现在的版本，只要你不去挂一些跟文化胜利相关的政策卡啊，不去特意的去加这个旅游业绩，你即便把奇观全都锤完啊，因为 AI 现在这个文化也很强，会有文化 BOSS 的，我们也几乎不可能达成这个这个文化胜利啊，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的锤子去补上路啊，也不会去特意的去干一些跟文化胜利有关的事情啊，所以不用关文化胜利的这个选项哈，我是没有关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关于这个蘑菇的标注哈，我有一点说的不太对啊，蘑菇的标注不是完全的没有用哈，我有一点是漏了说了啊，在我们这种千弧图啊，这个就是游戏原版的内容当中啊，这种千弧的地图上，这个蘑菇啊会沿着这个45度的这个斜线这样分布啊，所以这样标蘑菇还是有一点点意义的啊，可以帮助你去找这个蘑菇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规律是不是类似的啊。就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蘑菇啊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斜线，你可以看啊，沿着这样的一个斜线在分布，我们可以从我们这里的一些蘑菇洞上也可以看出端倪啊，它是在这样的一条斜线上啊这样分布的啊，所以这样来找蘑菇会稍微的方便一点，但只限于千弧图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啊，就关于我的这个宗教信条的选择，有一些小伙伴可能是没太做过这个全奇观啊这个挑战啊，所以不太知道啊。我这里呢选的这个第一信条，有很多小伙伴跟我说什么选这个职业道德啊，道德很强，但是道德强在它在这个飞天上，或者是这个哪怕文化上、宗教上都可以啊，但是在全奇观上，这个道德真的是没有用啊，因为我们每一个城不可能去补圣地的啊，而且也没有高香林家城的圣地，没有这个职业道德发挥的空间啊，所以道德在全奇观里是没有任何用的啊，这是第三点。第四点，有的小伙伴这个也不太清楚这个蘑菇的刷新规则，觉得 SL 蘑菇等于开挂，这也是无稽之谈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游戏它是调用，就很多游戏都是这样的，它是有一个随机数的库啊，在每一次触发一个随机事件的时候，会从这个库里抽出一个数字来运算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既然是有一个库的，那这样在调用随机数的过程中，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它能改变的结果的种类就是非常有限的几种啊，你不可能说是这里啊，刚才本来是个遗物啊，你能 SL 就无限 SL 出个开拓者啊，那是不可能的啊，它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一个小幅度的改变哈，就是比如说两者啊，这一个取个较好的啊，你说直接 SL 出一个我想要什么都能 SL 出来，那是不可能的，这是这一点啊。最后就是关于结社总督的选择，还有小伙伴提醒我说，夜莺虽然是在前期直接给一个黄槽看起来很直接啊，但是这个虚空吟唱者其实加成会更强，因为夜莺的这个第二信条是没有用的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总督这里看到啊，是这个夜莺。夜莺的第二个这个词条解锁这个银行的强力替代品啊，中世纪解锁这个信条，这个词条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只有到最后这个信条再解锁一个通配槽位的时候，夜莺才有点用啊。而我们的虚空吟唱者呢，第一词条和第二词条都很强力啊。第一个词条这个旧神荒间碑是+2信仰，+2文化+4信仰，是一个非常强的这个建筑。然后这个空灵吟唱呢也非常的强啊。城市每回合所获得的信仰值啊，就直接转化20%到金币啊，科技文化值上，这也很直接啊，就等于我们全国啊，就是直接提了20%的前科文化啊，这是挺强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想了一想呢，我觉得还是虚空吟唱者更好一些啊。之后我们会把总督点留到虚空吟唱者上，这是对于上一期视频的几个问题的一个解答。那这一期上来呢，你可以看到我在这个地图上做了非常多的标注啊，这也是为什么做全奇观挑战难的地方，因为这个我在古典时期其实还是考虑少了啊。我如果从古典时期就开始考虑的话，可能有的地方还可以再修改，就比如说我这个圣地放的就不好。
这个圣地我后面很后悔啊，这个圣地放的不好啊。这个圣地如果跟我们的剧院广场位置稍微的换一下啊，让这个圣地在这个位置就会更舒服一些啊。导致我们现在不得不额外的多出一个圣地才能补全所有的奇观啊，这个圣地放的不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小米在这里又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格啊，这个表格里呢就是53个奇观全部在里了，那分别列的是53个奇观对于区域以及地形的一些要求。如果就是没有一般来说一个奇观呢，它只对一个有要求，或者对地形有要求，或者是对区域有要求，只有少数的一些奇观它在同时要求地形和区域啊。那对于这种奇观呢，我们就要格外的注意，因为它需要满足的条件越多，我们能造的地格越少，我们越需要提前去规划它的位置啊。那这里呢，这个区域后边的这个数字就代表着有多少个奇观需要靠近这个区域来建造。我们可以发现是港口其实是最多的哈，要有6个奇观要临近港口，其次是圣地、学院都是4个啊，然后才是军营啊，然后商业、娱乐、剧院、工业都只有2个奇观需要临近啊。那看到这样的一件事之后，我们就非常容易想到，那其实在我们全奇观胜利里啊，这个区域的建造数量是非常的固定的啊，我们只要规划的够好，我们只要这个够精简啊，其实我们需要出的区域的数量非常的少啊，你出的区域的数量越少，你去补在奇观上的锤子就越多，你的胜利就越容易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进了这个古典之后要开始这样大规模的去规划，我到底要做多少个城，我这些城里到底都有哪些地形地貌，以及哪些区域才能满足我的全奇观啊。这里呢，在这张表上呢，我额外的重点强调的是这几个红色字的啊，这几个字的这几个红色字的奇观，他们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是比较难以完成的，需要额外的特殊注意。这里最强调的一点就是金门大桥。金门大桥这个奇观真的是挺难受的哈，它能造的这个地方非常有限。我们在地图上看啊，我们现在这地图没打开，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只有这种地方，就是假如说我这2个格子中间是只有隔了一个海岸，假如说这个鱼啊是一个陆地的话，只有这种地方能造金门大桥。就是它的左右两边必须都是陆地，然后上下必须都是水啊，中间只留一格这个海啊，这是海，一定得是海，中间只留一格海，这种地方才能造啊。那你说有的地方这种行不行？比如说这种地方行不行？这种地方，即便它不是一个海龟啊，它是一个普通的海岸，这种地方也造不了啊，它不符合条件，左右两边不都是海啊，这个不行啊。所以能造金门大桥的地方其实非常的少哈。我在这个地图上呢，离我比较近的地方，我只找有2处，这里有一处哈，这里有一处，然后这边其实有一处，这边有一处哈。所以为了这个金门大桥哈，就有的时候就不得不去额外的去做一个城哈。这是金门大桥。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南京科考站。南京科考站它必须相邻的这个学院在雪地上啊。雪地是什么？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地貌产出的，就是这种纯白色的雪地平地或者雪地丘陵都可以啊。在这种雪地上建的学院，要挨着这种学院造这个南极科考站才行。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城规划在南极或者北极啊。我这边是靠近北极啊，所以我们就在这边规划啊，这个也是要额外注意的哈。那说这么多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现在再看这个表，我们就知道，那既然是圣地需要4个，就是圣地需要这个相邻4个奇观，学院4个，然后港口6个，那我们去起的这个区域的数量其实相对来说就比较固定了啊。那对于我们这一盘来说呢，其实圣地啊，你要如果规划的好，起1个就够。但是我这一盘呢，由于这个有一个奇观啊，就需要就是摩诃菩提寺需要临近圣地的这个森林上建造才可以啊。我这个圣地不满足，所以没办法，我必须起2个圣地啊。然后工业区啊，这个工业区也比较难受哈。我们再来看这张图啊。这个工业区它要求的是有一个奇观叫做这个威尼斯军械库，它要求你相邻工业区，并且它一定得在海岸单元格上，海岸就是海水啊，所以这个工业区呢，它必须是沿海。然后我们另一个相邻工业区的奇观呢是这个鲁尔山谷，鲁尔山谷本身必须沿河，所以你想同时满足这2个呢，就要不像我这么规划工业区啊，就是这样规划，要不你就得需要有2个工业区，一个沿海，一个沿河啊。这是个工业区啊，然后娱乐区就起1个就够了啊，就是我们的古罗马竞技场和这个体育场2个啊。
然后港口最少我觉得得起2到3个啊，为什么呢？因为港口需要相邻的这个奇观数量非常的多，一共有6个啊。你一个港口呢能相邻2个，其实差不多就顶天了。还有一些奇观是必须要相邻海岸造的啊，比如说这个亡灵墓，它虽然也是相邻港口，但是它不在海岸里，它是在陆地上，所以2个港口其实很难凑到让这些全都满足啊，所以我这个盘里规划了3个港口，这边还有一个港口用来补这个最后的这个威尼斯的这个歌剧院啊，悉尼的歌剧院啊，这个是港口我可能要起3个啊，然后就是剧院广场起1个就够了啊，只要你规划的好。我之前剧院广场规划在这个位置啊不行，如果你拿奇观全给它围住的话，会导致后边没有办法补东西啊。但是我这里呢为了贪这个加时啊，所以我虽然把它露出来了哈，把它留出来了，但是主要是为了在这边补一个这个大教堂啊，这个叫做圣索菲亚大教堂，因为圣地需要挨着这个四个建筑哈，我这边这个圣地帮他分担了一个，然后这个我是为了贪这10点的加时的文化，你如果不贪这个文化的话呢，起1个剧院广场就够了。我这盘的剧院广场起在了这儿哈，剧院广场只需要相邻2个奇观，一个是这个莫斯科大剧院啊，一个是不是齐秦啊，还有一个是这个是百脑汇啊，一共只需要相邻这么2个奇观啊，所以剧院如果你不贪这个加时啊，你起2个就够了。不起1个就够了哈。然后学院你即便规划的再好哈，我觉得可能最少也得3个啊，因为学院不但呢它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图和我们的牛津都必须建在平地上，然后这个比较特殊的是这个桑德雷大学它必须建在沙漠或者是沙丘上啊，所以要求你这个学院同时靠近沙漠，还靠近很多草原平地，基本上是很难实现的。所以这里我一共规划了3个学院，一个学院是这个，一个学院这边是补大图的啊。另外呢，这个学院是必出的，还是补这个南极科考站的啊。然后商业规划的再好，我觉得也得2，为什么呢？这里我其实规划了只起1个的版本哈，就是这个。因为它需要这个大金巴是比较特别的哈，要临着商业区，并且沿着牛啊，所以这个大金巴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那我可以先把这个大金巴拍下去，只要这个东西拍下去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牛盖住了啊，再拿这个大本钟把这个牛盖上也行啊，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极限啊。你要是稳妥呢，其实就可以起俩啊，这边起大本钟哈，这边补大金巴啊，因为一个城想起太多的奇观，它的生产力可能到后面也跟不上啊，所以一个城我每一个城最多哈，除了这个第1、第2这2座城以外，规划了3个区域以外，其他后面每一个城最多2个区域啊，奇观的数量呢也不会控制的太高哈，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不得不把这个城往这边铺啊，其实这里的规划只是一个临时的版本，因为上下都有 AI， 我这边很可能铺不过来啊。那后面铺不过来，这个城我是一定要抢的，因为金门大桥这个位置不好找哈，所以我这边的这些城是一定要保住的哈。但是这2个城其实未必能保得住，如果保不住的话呢，我们就得再找另外比较肥的城去起啊，因为后边的这些奇观的生产力非常高啊，而这个紫禁城和大本钟都是比较容易丢的奇观，所以是需要这个砍树来加速的，所以一定要放到比较肥的地方啊。我们就到时候再想了，这个初期规划是一回事，但是打到后面又是一回事啊。但是这边的这些规划基本上都不会变了，就是稳定着按照这边的走。然后军营一共是要靠着3个啊，我这里规划的比较极限，只规划了1个军营，但是未必能真的实现的这么好，因为这个阿尔汉它也比较容易丢啊，阿尔汉这个情况比较容易丢的如果想规划在这里呢，要求的也比较高，它一共要临近3个，阿尔汉必须建在临近山脉的丘陵上啊，所以这个军营规划也很有讲究啊。然后就是还有1个水渠和1个社区啊，一个水区1个社区，就把我们所有的奇观就全都囊括进去了哈。好的，那我们这都说完了啊，就开始继续啊。那我们古典时期一共需要的这个一共有奇观12个哈，我们不会12个全都在古典时期造完啊。这12个奇观当中呢，我们最先抢的几个，一个是佩特拉
佩特拉是因为能给我们沙漠的这个城提供非常高的一个加成，所以佩特拉优先起然后是兵马俑比较容易丢兵马俑，然后大图比较容易丢，然后就是这个铁山和这个马丘这两个都比较容易丢所以这几个要优先那我们现在呢，刚刚到了这个49T 我们先选一下这个古典时期的这个着力点，雄伟壮丽。然后呢，我们现在呢就是科技直奔马丘因为马丘这个奇观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丢我们直奔马丘，这个尤里卡我们做不了，没有格外的锤子去做所以我们要强冲掉此外呢，所以我规划了这么多之后我们这一个时代除了要注重我们刚才说的这几个奇观之外，还有几个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一就是要把这几个我规划的前期的城点铺出来一共是1、2、3、4、5这个城也在这里边一共5个城，所以古典时期我们要出5个移民这移民或靠敲或靠买第二点呢，就是我后面我打过了一次了我知道了这边这个克里会很烦，他会不断的往我们这边传教传这个儒家思想，不知道为什么他选了个儒家思想他不断的向我们这边渗透儒家思想导致到后面如果我不反击的话，我的圣城可能都会丢，因为他会出非常非常多的传教士所以如何保住我们的宗教是这个古典的另一个问题，这个其实属于比较倒霉我其实很少遇到 AI 就是在古典时期疯狂向我传教的这种情况这个情况极少，而且克里其实讲道理他没有宗教倾向的他会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挺出乎意料之外的。如果我早知道这张图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可能还是选这个宗教信条的时候，第二信条我会选这个宗教殖民坐地就有宗教这样我们的宗教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后面为了防御克里，我不得不后面把这个红衣主教也得召出来让他坐镇西安，否则我的圣教就没了我这个宗教不能丢因为我的第一信条神灵启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得保住这就是这个时期的一个规划我们古典时期由于没有更多的生产力，只能打一个防守反击只要把着我们的宗教保住先不想考虑往外传的事因为没有多余的信仰去买。等这个奇观出来了，给我们很多的这个使徒和这个传教士之后我们再去打反击再把我们的自己的城给洗回来就可以了好的说了比较多就是为了把这个时间段的思路说清楚那我为什么说我比较失误呢？是因为我远古时期如果就做这样的一个规划的话，我的圣地会更合理我的分城也可以更早的把这个圣地拍下去也不至于这个锤子这么高我现在拍呢其实就有点慢了那我们这边就一边靠加速空花一边来再补这个圣地这个圣地就是这些区域就是在你穿插着锤这个奇观的过程中来穿插着补一点点补，能补多少算多少然后就是这样，然后这里先不着急砍了，我们这边工人次数其实挺紧张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能买能卖的，我们很缺钱非常缺钱这里先不考虑了，好吧，下一回合吧然后这个海寨子清的时间一定要讲究否则他会把我的城烧了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海上的那个城起码丢了2次我读档读了好几次。这里这个图我又开全图看了一遍我们这边的蘑菇的这个感觉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寨子这里这个口这个地方这有一个大的海寨子堵着所以我们这两边都不好去所以这只狗呢，我改变策略，我打算往这儿走去拿这上面的去蘑菇不往下走了，再加上这边还有很多克里的这个不是高棉的这个不是高卢的这个兵不太好抢，算了，我们绕过去好，下一回合我想说我实践了。下一回合我们的政府区出来了，然后商路可以优先的往占优先的，我看一下先连太原也可以因为后面可能要从太原往这边输送一些工人先连太原吧然后首都能加锤子就给它加一点然后去补祠堂，在这个工程好之前我们全力的先把祠堂搞出来能补几个移民就先补几个移民然后这个神域这个神域还有小伙伴也提了我这里再多说一句有的小伙伴提到了什么神域不要放在首都首都不能当数据城，
数据城这是你打传统的胜利的一个思路，打飞天也好，打什么也好的思路哈。我们所有的城市最多就起3个区域啊，其中首都起的这个区域还是政府区啊，1分起的另一个区域还是外交区的前提下，根本没有所谓的数据城。我们没有一个城会起多区域去出这些东西的，也没有多余的生产力去抢伟人啊。唯一值得秒的伟人可能就是这个大公啊，如果有奇观大公的话，可能会花大力气去秒一秒啊。其他的这个伟人基本上都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啊，都不在全奇观的考虑范围内。你想想，这么多奇观有多少锤子啊？你还有闲的锤子去补什么数据城啊？我觉得这种说法都不对啊，都不合理啊，都不合适啊。所以这个神域啊，就是首都的生产力足够就放首都啊，如果不足够放这边也行。但这边没有合适的丘陵。这里就是哪个城生产力够我们就放在哪儿，没有那么多说法啊。可能要换一张买地卡，我看看啊。这棵树都得买下来的，都是为了秒这个马丘啊。这一轮的马丘非常的极限啊，非常的极限。这个城从现在开始我看一下啊，这边是4T、5T。11T、9T， 我们先锁一回合锤子啊，先锁一回合，然后砍一颗。我想想啊，可能得砍2棵树在祠堂上。我再想一想，然后这一点总督点，我个人倾向于点老马的2级啊。这个吉阳保障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首都有足够的生产力啊。如果我这边不点这个的话，这边大量的出移民会导致这边的生产力下得非常的快啊，我这个马丘就抢不到了，所以必须这样点啊。然后这个移民我又很着急，因为大图也很急啊，所以这个移民啊，当这个一点出来，我们立刻拿信仰就秒一个啊。然后这个城可能还可以再砍2个移民啊，就是这4个东西啊，就分布在移民和这个祠堂上。我们可能是3买2砍啊这样的一个节奏哈，主要是靠买。然后神域放在这个格子也可以哈，这也是一个丘陵。所以呢，我看一下啊，我现在又很缺工人。空花先落了啊，空花一会儿也有人抢，所以空花先搞一下。这边得再补一个工人，再补一个工人啊。剩下的这个开拓就不着急买了，先把这2棵树砍在开拓上，让这边先秒了2个开拓之后，最后的这2个再靠买啊，因为锤子更缺一点啊。然后我再想想啊，政策卡、买地卡得上。我们目前没有什么城邦可以给啊，所以就点魅力型领袖吧。买地卡得上，然后这2块地得买了，这边从这边买，这边买便宜些，这是个2环地。然后这里军营的地其实也应该买了，因为军营区域要更早的起啊。然后就是这边的这棵树啊，首都基本上这就砍秃了，没有什么多余的生产力了，后边就只能靠自己了啊。然后直奔这个历史记录解锁大图，为了抢大图，其他的奇观丢的没有那么快啊。使者我们不着急点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可能你说往这个城堡里放一个加2瓶，可能还凑合吧，但我个人觉得没那么急啊。这个寨子什么时候清啊，也是一个问题啊。小米打的时候呢，肯定是有失误的地方啊，肯定有粗的地方，因为要顾虑的事情太多了，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在思考，在一面说一面思考的过程中，肯定会有错的地方啊。所以我自己也知道啊，这个咱也不是大神对吧？咱也不追求这种完美无缺啊。这边变成7T 了，我觉得就不只是先涨人口也行。好，就这样吧。看看啊，再想一想有没有什么漏掉的。前面每多转一步啊，后面就省力1分啊，记得这一点。这个工人可以开一个熏香，这个熏香还是能卖不少钱的，我们现在钱也很缺啊。看一下这个移民这边走。
这个工人还可以再砍一下啊，再砍一下，再帮加速一次啊。然后最后这2T 的祠堂就得靠他自己出了啊，帮不上忙了。然后熏香我要不要开？因为挺紧张的移民次数啊。这里神域和这个阿帕，神域放在这儿也行，其实放在这个格子也行。放在这个格子的好处就是火山是不会喷这种已建成的奇观的啊，区域会喷啊，这个已建成的奇观是喷不掉的。就是把一个无用的格子给占了，然后放在这儿的好处就是不用买地啊。一会儿这个我就决定放在这儿了，没有钱。然后一会儿优先建阿帕，因为在神域和阿帕都没有人抢的前提下啊，前提是他俩都没人抢。阿帕是我们古典时期的奇观，它是可以给我们走科技和鼓舞的啊。我们最想被冲掉的科技是数学、建造都可以啊，造船也可以，造船、数学、建造啊都是可以的。当然工程就更美了，工程来不及啊，工程我们现在就要给它冲掉了，来不及，就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了啊。这里我们继续加速空花啊，空花有人在锤啊，所以我们只能抢了，就不能等他一点点出了。这个换钱应该是划算的啊，我们开了换钱。然后这个5次的工人看能不能把这个阿帕给出来啊，差不多啊，再锤一点应该就出来了。这个狗往上走。这里我们保存一下啊。走你！啊！我的天！哎呀，我这肯定会有人骂我开挂的，这我怎么弄呢？早知道我不把它选上了啊，真能猜到啊，真能猜到。这个呢，上天送给我的，我就接下了，啊。喷子哪儿都有啊，喷子当听不见，插出去。哎，那帮我省了非常多的信仰啊，非常多。哎呀，这有点过分了啊，有点过分了。早知道不开了，好像我多那啥似的，多作弊似的啊。来吧，标一下吧，踩到了就是缘分啊，开拓。踩到了啊，来到我们的国家就是缘分啊，都是自家人。这应该是克里和高卢打起来了。我看看还有没有要买的地。暂时没有。得这个城做下才会再有。那政策卡要切啊，虽然只有1锤，但1锤也是锤。1锤也是锤哈，锤1T 也是1T 啊，多累积1T 一出也是1T 一出。这个我打算提前去升个弓箭手啊，弓箭手很重要。提前去升一个弓箭手，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香料能不能卖出去。就这啊，就给这点儿，不大气啊，不大气。还剩几次啊？还剩1次，怎么都出不来啊？剩下一点自己锤吧。再给我踩一个遗物出来，我就更解释不清了啊。剑士大概率我是不会做的，城邦这些我都不考虑啊，压根儿就不考虑。
来做这儿啊，然后只用再秒一个开拓，用信仰再秒一个开拓，从这边秒啊做到这里就可以了。我们第一波做成就算结束了啊。这波人在这儿等着，这里我们加速一下阿帕啊，去让他帮我解锁一下关键的科技和尤里卡。还要不要再开？哎，这个价就比较像话了。哎，这个价比较像话了啊。然后我们再开一个，我们盛产咖啡啊。众所周知，大秦产咖啡。反正你别管我咋产的，反正我就是产。还必须跟高卢开个边，否则我过不去啊。哎呦，开边真贵啊，真贵！你就坑我吧啊，真黑啊，黑的一匹，黑的一匹，还是得从这儿走啊。但我这个狗有可能会死的，走这边的这个狗。这个和这个地方都很容易死，可能会死的。好，我们保存一下啊，继续。就不跟克里轩有了啊，这里我又考虑了一下，不跟克里轩有了。这样我们还多了一种防他袭我宗教的一种手段啊，多一种自我保护措施。好。那这个可以也把那啥加速了，哎，这样一起来啊，谁都不耽误，然后他一会儿就把这棵树砍了，多个奇观一起遍地开花，谁都不耽误。这里要换卡，走一回精英和传统，把这个地买了。应该提前切一梯的啊，失误了，应该再早切一梯。那这一梯锤啥就很尴尬。这一梯不管锤啥，先优先买个弓箭手啊，否则这个城一会儿就保不住啊！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知道。锤一梯翻天杯吧，那我还能再买一咖啡啊。没有人，人人都已经有我们大秦的咖啡，没有人需求。大秦牌咖啡就是香。这给几个关键的尤里卡吧，好不好？建造数学，造船。我许下了心愿啊，文化上我们要历史记录和防御战术。我许下了心愿啊，给不给面儿就看给不给面儿。勇者是好。先把买地卡换了。等会儿啊，这还差一题，我不会把买地卡换了，他就出不来了吧？他即便额外再加一题，我也能接受啊，反正攻城之前就可以。钱还是更重要一些啊，有可能会出不来，有可能会变成2T，还是1T还可以啊，还是1T就行，别跟我一下变2T 了。习惯。好，然后开拓。然后老马不能走啊，因为为了砍这2棵树，砍到马丘上，老马是不能走的。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走历史记录，看一眼啊，买地卡没错。然后把这个落下去，太贵了，122锤，我天，锤到地老天荒。我先存一下啊，这边要采蘑菇的，给一个关键的尤里卡。哎，不是，这个卦肯定是暗改了这个稀有的出的概率吧？
啊，我没选的那个选项我没勾呀。我是把这辈子的运气都用在这儿了，是不是？我觉得我可能把这辈子的运气都耗在这一局游戏上了。工人应该不会再出了，可以把皮卡拉先放到太原。工人暂时不会再出了，然后他先去长沙待着吧。完了，我觉得我把这一局的运气都用光了，以后文明6就看我黑就对了。我已经知道我逃不了我开挂被黑的命运了，顿时心情有点沮丧。早知道不应该那啥啊！哎，没钱了，完了，没有人喝咖啡了。哎呦，没有人喝咖啡了，再坚持一题，再坚持一题啊！反正我现在没啥可锤的啊。锤一题啥呀？锤一题和那杯吧，没啥可锤的。这个香料就不开了，我们开个海龟，因为人口可以上海龟啊。这个工人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开个，哎呦，一时半会儿还等不了，我还没有航海术。那先往这边走吧。那空花是不是可以靠它加速一题啊？省一点，我们把胜利先给出了。空花靠它再加速一题啊，省一点。先出区域优先啊。有了2个弓箭手以后，其实可以开始准备清这个寨子，锤他一下。好，下一回合。有这个就奔这儿了啊。那我们移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啊。还能等一替，我们锤阿帕啊。神域锤一替阿帕，然后这个工人正好就把阿帕给烧出来了。这个工人一会儿等在这儿去砍这个学院啊。其实他在这儿也待不了多长时间，一会儿老马就要过来。下一替啊，就开始把这2棵树砍了，然后老马就走了。这是被烧了个城吗？这边有马寨烧了个城啊，感觉。这不是奇观啊，这是被烧了个城。训练一个骑手，完不成，做不了。再存一下啊。这一把澳大利亚被打得非常惨啊，好像就剩1个城了，被波斯打的妈妈都不认识了，就剩下这1个城了啊，可以看一下，没有别的城了。我们主要是卖咖啡啊，倾销我们的咖啡，看还是波斯大气。开边要不要呀？开边可以先卖给克里啊，反正开不开边都不影响传教士进来啊。哎，开不开边不影响吧？哎，这个我有点知识盲区啊，应该不影响，应该是不影响的哈，因为开战的时候都可以传教嘛，开不开边这不影响传教时间。然后再秒一个工人，我再秒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寨子啊，我现在还过不去，不着急去秒那啥，不着急秒下一个移民啊。好，下一回合，买地啊！但是港口我们现在没解锁啊，买了也落不下去。买地，
还有没有什么地要买？没有钱了。哦，他俩合了，然后就绿了。合了之后其实是可以宣有的。来，我们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这马丘还剩几 T 啊？先把阿帕给他秒出来吧，看能不能直接把历史记录给秒了啊！来，我们存一下啊。我的祖先大流士一世修建了这座阿帕达纳宫，但他却被无情烧毁。托阿胡拉马兹达、阿纳西塔和密特拉的洪福，我让他重见天日。阿帕达纳宫位于古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城中，如今位于伊朗境内的苏萨古城当中。波斯第一帝国即阿契美尼德王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3大洲的霸权。在鼎盛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疆域超过600万平方公里，人口逾1800万。公元前5世纪，古波斯帝国兼并埃兰，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以波斯波利斯为首都，并修建了这座占地400公顷的阿帕达纳宫。建筑工程始建于公元前518年，30年后在他的儿子薛西斯一世手上完成。宫殿有一个正方形的宏伟大厅，每边长60米，有72根石柱，其中13根石柱目前仍然伫立在巨大的平台上，每根柱高19米。柱子上呢承载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石雕，有这种双头狮子、鹰、人和这种母牛的石雕。阿帕达纳宫呢其实是觐见大厅的意思，是当时最为壮丽的苏萨宫殿。大流士一世号称波斯的王，万王之王，当年前来觐见的使臣络绎不绝，在这华丽的宫殿中朝拜这个盖世的君主。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波斯，攻克波斯波利斯之后，允许部下大肆劫掠，并纵火焚城。此后，波斯波利斯再也不能恢复往日的荣光，渐渐地沦为了断壁残垣，甚至被埋入了地下。那这座著名的苏萨古城呢，不仅是阿帕达纳宫遗址的位置，它也有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就是它是汉谟拉比法典出土的一个位置啊。那我们在这个文明6当中，这个奇观下面的这句话里边啊，也提到了这个大流士一世的名字啊。这座宫殿修建于大流士一世之后，是由他的儿子啊，也就是我们下面这个所属的这个名字啊，他来完成的。那这其中还提到了3个名字：阿胡拉马兹塔、阿纳西塔和密特拉，这3个都是古波斯的一个神明。其中阿胡拉马兹塔是古波斯的至高神和智慧主神，阿纳西塔是江河女神，密特拉是光明和誓约之神。伏笔是必给的，因为我们这个是古典时期的奇观，建造还不错啊。历史记录，哎呀，军事训练有点差呀，军事训练有点差啊。但军营其实一会儿半会儿，但军事训练给的瓶子太少了，我们 SL 一下，稍微 SL 一下。天文导航。历史记录漂亮啊！我经过了多次的 SL 啊，把这个寨子都给打了啊，终于拿到了一个我比较开心的随机数啊。这个蛮字多也是一件好事啊，我们可以刷随机数的这个排列组合非常的多啊。很好哈，天文导航走了，那我们直接把这个港口区给解锁出来吧。我看这边有没有着急的奇观啊？兵马俑其实稍微有一点着急，但是牧场我们现在还没有。可以稍微再等一等。牧场我打算开这个羊或者是开这个马都是可以的啊。做了，可能就先开这个羊了，因为之后这里要起佩特拉的，这个羊还是可以开的。然后这块地直接就可以买掉，这个羊还是有价值开的啊。然后一会儿再把这个棉花给搞了。这里就直接先落学院啊。之前这个学院我是放在这个位置的啊，但是因为我们靠近学院的这个奇观4个，一个是这个桑德雷可以放在这儿，也可以放在这儿啊，其实放在这儿也可以。所以桑格雷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大图
大图不这个牛津大学啊，牛津大学是必须放在平坦的地形，还不能是沙漠地形，必须是草原或者是平原啊。而我这个学院这边是一个丘陵，这里是个丘陵，没有办法放下大图，而是这个地方是个奢侈啊，这里也放不了大图，所以我没办法，只能把学院从原本的这个位置挪到了这个位置啊，为了保这个大图的位置，否则我还得再起一个学院区，就太亏了啊。然后直接奔马丘啊，马丘，哇塞，还有19T 就完成了，应该是有溢出啊，我这边应该是有溢出的，这才能显示成20T。那我这一 T 先别砍啊，我怕轻溢出，我们就让它走一 T， 然后下一 T 我们再砍，应该来得及啊，砍2棵树应该是来得及的。然后历史记录现在不着急过，因为可以往上走了，因为那啥学院还没出来啊，解锁了也没有用，卡一 T。这里我们加速一下空发。这2T 让他自己挑吧，然后他去把神域的剩下的这一点儿，这个和这格可以收了啊，这2个玉米我给它收掉，因为后面要落区域锁锤子，这个最后一次平衡性更新里已经把那个 bug 给修复了。以前我们不是把区域落下来，这个加成资源还可以收获嘛，现在已经不行了啊，必须就直接清掉了，这个 bug 修复掉了，所以得搞一下。这边还有一个蘑菇，这里还有一个蘑菇，可以宣啊，可以宣。他俩合了我们就可以宣了，如果没合的话就最好别宣，否则跟波斯的好感就出不回来了。这个不用我删掉了。再看一眼啊，还有没有什么要搞的？保存一下，下回合。要外交点儿，给开边，外交点给是可以给啊，因为我们去要求这个克里也是没有用的，克里不会答应的，克里会说传播宗教是为了你们好，我们再把福音带给你们啊，换钱吧。无耻至极啊！无耻至极，无耻至极。这里开一个啊，这样就解锁了。解锁了，我们先走天文导航，把这个区域解锁，因为这个城之后也要拍区域啊。我这里敢吗？我这里好像不太敢啊，现在不太敢清。但过一会儿可能还会再刷出一个枪兵来，但刷出一个枪兵我觉得也问题不大，但是我不太敢清。这四艘船这两个这么踢我2下就没了，我要成2下就保不住了。这里就不等老马了，我们就直接给铲掉了。好，这里看一下，把这棵树一定要画过来啊，这树画过来。这怎么刚才20锤变成23了？这什么问题呀？什么问题啊？好在我还能砍2棵树啊，否则我这肯定来不及了。看看他多少，他剩18啊，我剩14，那也要所有的人口都上锤子啊，全上锤子。14。2回合后还能再涨个人口，可以了啊。然后老马可以走了。老马去长沙，那你回首都吧。上面还有一个，再走。环球我们估计这个时代就会完成，就不额外去强求了，就不卡了，环球就不卡了，反正时代分应该不缺的。
我们古典可能会超非常多的分啊，超个20来分都是正常的。我看我要不要再买一个碑啊？我想一想，再买一个碑，有没有必要？钱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用？我还有没有什么地要买？我这还是买地卡。想切卡随时都能切啊。我还有没有什么地要买？这个地方会是个铁啊，这里造不了铁山，这里会是一个铁山只能放在这儿了。那这个羊这里可能得先买了吧。这个羊可能也要刮了，最好刮了，有工人次数最好刮了。这边再去开一个，然后这边等老马砍学院，然后买这个图书馆。那大家这个伟人都很含蓄啊，现在才开始发力。伟人大家还都很含蓄。通过楼梯可以到达顶层，旁边是抽水机，雇佣了大量工人来齐心协力，从幼发拉底河抽水到花园。空中花园又称玄园，是古代7大奇迹之一。传说是公元前6世纪，由巴比伦王国的尼布甲尼撒2世在巴比伦城附近为其患相思病的王妃美伊蒂斯修建的。那这个其实也只是一个传说，因为最大的原因是空中花园直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发现其遗址究竟在哪里，这个花园究竟存不存在，以及修建在哪里，目前还有很大的争议啊。据说空中花园采用了立体造园手法，将花园放在4层平台之上，由沥青及砖块修建而成。平台由25米高的柱子支撑，并且有灌溉系统。奴隶不停地推动着联系着齿轮的把手，将水从这个幼发拉底河运送在空中花园的最高处的水池当中再从水池中流经花园各处那这个文明6当中的这句话下面写的这句话是署名是斯特拉伯。斯特拉伯是个什么人呢？他其实是一个古代的一个旅行家他的家境非常的富裕他从小到大呢就在各个地方旅行。他之所以著名呢，是因为他所写的17卷的这个地理学书中详细的描述了当时已知的世界各地的人文历史状况，也是从他的书中呢，许多远古的这些奇观或者是建筑才得以被人们所知晓。好的，那这种远古的这个奇观完成了，我们也不会再有额外的奖励了这里就把圣地搞了军营还没解锁。哎呀，军营还没解锁，这里有人口了军营其实可以落下了，那只能再等一等。那这里补什么呢？建造我们是不是过了？建造没过，这里可以补个水墨先补圣地吧，水墨可能还是靠买我们现在4个使者，我看过我的卡魅力型领袖不行，等我们再换卡可以把塔鲁加先点上，因为能加一点科技，加一点是一点。我们最少得再打掉2艘船我们再开始反攻这还有一个一次的工人天文导航过了天文导航过了就不用开了一次的工人一会儿去搞大图吧，这边都不太需要看一下17T 12T刚刚好。有的小伙伴可能说少砍一棵树行不行？这不稳有可能就像上一次小公庙的那个事情会发生不稳。保存一下走，使者就使者了我就不 SL 了，因为之前有2个比较逆天的这个蘑菇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哎呦我的天呐，
溜之啊溜之，这是啥玩意儿啊？太吓人了。所以后边的蘑菇我就尽量不 SL 了，不是特别那啥的，特别关键的不 SL。给啥算啥，好吧，给啥算啥。90多块，240。图书馆暂时还不急啊，我们再买一个房间杯出来，越早买越早受益。好，看看有什么能卖的吧。哎，买颗钻石。哎呦，这挺值钱的呢。咖啡还有人喝吗？没有人喝了。没有人喝吗？留着自己喝。大秦牌咖啡，香得很。这奢侈杠杠的啊！按照星星。好，天文导航好了，我们赶紧把港口拍下。这已经非常高锤子了，这里就开始锤了，这个房间杯就不管了。虽然它这就一个人口要锤完，可能得老长时间，但也就让它锤着了。把这2个残血的船给它磨掉之后啊，我们就等这个移民过来，我们准备做啊。这里剩下的去搞这个大图这边。神域其实还没好，看一下神域有没有人抢啊？没有人抢，很稳，稳如泰山。然后要把军营解锁了，先把军营要拍下了。往上走。环球这个肯定是这个时代会做，我不剪了，我不剪了还不行吗？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下边有这么多呢，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整片森林，我不去了，我看不见。我算知道这个蘑菇为啥没有人捡了。把历史记录冲掉吧，冲掉啊！看有没有还有没有地要买啊？再撩一眼，有没有地要买？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把兵马俑的这2个格子要买了，但兵马俑一时半会儿还出不来啊。铁山可能会更早一些，下一回合吧。这里拔了，一会儿再把这个羊拔了。下回合，现在拔其实多少有点亏啊。亏钱。我也对创造历史是人们对往事。来把这俩解决了。好，现在我就稍微有点赶了啊，稍微有点赶了，可以了。但其实剩2个船也挺危险的，他俩有可能也会2脚给我踢了啊。不行就得独挡，真不行就得独挡啊。但我也为了尽早的做这个城啊。等这个游戏娱乐出来，我们把娱乐区就直接拍下了。那现在我干嘛呢？港口啊，先把港口拍了。但是那就得等这里涨4人口，4人口好涨吗？4人口说涨应该也好涨。4人口。买了问题不大，但是要不要先拍啊？应该要先拍娱乐区，因为这个斗兽场它的加成很高啊。我这个斗兽场的位置是能吃到这一圈城都能吃到的，除了这个沈阳实在太远了够不着哈，这5个城都能吃到的，所以能加10点文化。看大图有没有锤，大图竟然没有人锤啊！大图竟然没有人锤，我安心不少。所以，所以肯定还是优先这个啊，优先这个。一会儿把这儿清了，把娱乐区先解锁了。那这儿不等了，不卡了，一会儿直接走了，直接过了。
这里锤一屉方天碑吧，锤2屉方天碑啊。但是这个地该买是不是还是得买呢？否则不会优先扩那里的。该买可能还是得买，包括这个啊。哦，这一格不行哇！我才发现这在4环。Oh no！ 完了。哇，找到了错误啊！哎，那还得再补个军营。哎呦，宙斯像更早一些啊，那可能后面得为了……哦，这个东西还必须在平地啊，必须在平地。哎呀，这选择1啊，选择1，军营放在这儿，然后兵马俑和那谁都要放在平地上。那刚才那个玉米就白产了，就稍微有点亏啊。这边放宙斯像，这边放兵马俑，这是选择1啊。选择2呢，就还这么摆，然后再找个地方起军营。这个必须是靠着山的丘陵，靠着军营的丘陵，靠着军营的丘陵应该还是挺好找的吧？但是不能太晚啊，这个东西不能太晚，出的太晚还不行。这个城的丘陵比较多啊，靠着军营的丘陵。这个是要靠山啊，靠着军营的丘陵，军营。但这个城的奇观任务已经很高了，这个城很平，没有丘陵，这个城也没有丘陵，这个城倒是有啊，这个城倒是有。这个城也算是前期城啊，也没准可以。这边可以起一个这个，甚至呢也可以这样，反正就这么几套方案啊。那我现在就要把军营拍下去了，我军营拍在哪儿？这样就能省一次工人次数啊，这个玉米就不用开了，我不用挖了，玉米可以留着。这个城能上人口的地块也不多啊，我决定这个方案就舍了，军营就落这儿了。军营先还是圣地先？圣地先把这2屉搞完。看看这个城，这城锤子怎么感觉这么疲软？先涨人口吧，把这个羊再整了，顶到7人口。顶到7人口，这个城的锤子可能能稍微提一点。研究员。城市规划或者是可能也没有或者，就是城市规划，别的都不太合适啊。这个外交联盟先挂上，这些伟人我都不考虑，不在考虑范围内啊。好，外交联盟挂上，可以把塔鲁加先派了啊，先挣一点科技点是一点。这几个其实都可以派啊，因为我没有什么抢城邦的需。城邦这个图里我后面看了有布鲁塞尔，那我之前记错了。这个图里最值得抢的这个城邦，1布鲁塞尔，2是有塔纳纳利福，有塔纳，就只有这么2个城邦啊是关键城邦。这是不是没有住房了？我看看卖个开边，3块钱刚好够，但是这9块钱多香啊！
把这个人口先给顶上去，往上走。科技可以笨建造了，笨建造。然后我们之后再烧，就烧一个数学，烧一个造船就可以了。这个炼体我们最好给它自己走掉啊，不要等它烧，等它烧会很亏啊。我们这边铁矿非常多，一会儿这个城应该会往这个铁矿上扩的。对，这个城会往铁矿上扩的，我们留一个工人把这个铁矿一开啊，把炼铁给留下。马丘再看一眼啊，还有11T， 我其实真的没有领先多少啊，真的没有领先多少，真的没有领先多少。下回合就非常紧吧啊！完来了，说啥来着？他们肯定会来搞我。这怎么还有一条满血船啊？完了，我有点慌。这不会守不住吧？这有可能会守不住的。我还没有城墙那张卡，秒不了城墙啊。这一会儿去不开海龟啊，这个，然后之后放铁山啊，这里3T， 但这一格太亏了，这个城讲道理 T 有点差 ，T 有点差。等一 T 啊，老马还没有来，等一 T。呀，敢不敢一会儿从这儿溜下去呢？我算了啊，算了，我们还是奔着这个去，不要因小失大。不要因小失大。好，保存一下，下一回合。别！哎呦，完！没有浪费没有时间娱乐啊！我说啥来着？还是清早了。哎呀，这咋办呢？这浪费生产力把墙描出来吗？80锤，没有卡，主要是我没有防御战术的卡。80锤，我这得砍多少棵树？哦，倒是1棵树就够了啊。1棵树就够了，倒是可以。但是没有溢出吗，大哥？没有溢出。还有差2锤，但是下一梯我可能就没了呀。这一梯不秒出来，下一梯我就没了。真难受，竟然我就说这个海寨子难受吧，你们还不信，真是，好像我骗你们一样。想想，要不就读到之前，读到拔这个寨子之前啊，要不就读到上一梯，读到上一梯走一点远古城墙。我考虑一下啊，读是肯定得读了，读到上一梯吧，那没办法。